直接破题，537亿的资本支出，加上每年208亿的折旧巨兽，你想想看，这究竟是一场随时会翻车的财务豪赌，还是通往全球 AI 算力霸主的唯一门票？我们今天直接把这份最新的法说会资料摊开来拆解。从财务数值的冷酷视角来看，这绝对是一场令人捏把冷汗的高杠杆扩张。但如果我们切换到先进封装制程的技术前线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次无比精准的战略卡位。没有废话，我们直接切入这场数据与技术的深度对变。我们现在厘清一个最根本的疑问：欣兴1990年成立，大家对它的印象大概就是一家跟着景气循环载浮载沉的传统 PCB 代工厂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整个市场的估值逻辑完全变了？大家突然把它当作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核心基础设施，它凭什么从一个被动接单看人脸色的代工厂，摇身一变成为 AI 算力的关键节点？这背后的质变其实就藏在它最新的营收结构里面。当你在法说会资料上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537亿新台币，这是欣兴针对2026年直接上修的资本支出。说真的，对于一个每天盯着财报看的财务数据控来说，第一反应绝对是质疑的。在 AI 晶片世代交替这么敏感的时刻，砸下这么恐怖的重本，公司的现金流真的跟得住吗？难道不怕重演过去那种产能过剩，然后折旧直接压垮获利的历史悲剧吗？但这时候，如果你走到制程端，去看看2026年第二季的营收结构，答案其实就呼之欲出了。你看 ，ABF 载板占比已经强势突破52%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出货，这是架动率直接冲破90%的超满载状态啊！这就是 AI 算力晶片带来的直接收益。同时 ，HDI 板也稳稳占了27%，主力直供 AI 伺服器主板跟 1.6T 光模组。至于以前会拖累毛利的消费性手机 BT 载板呢，比重已经默默降到9%了。这根本是一个完美切换到 AI 赛道的产品组合吗？官方数据也直接告诉我们 ，ABF 载板这个板块正在疯狂扩张，不断吞噬其他传统业务。到了2026年下半年 ，AI 相关产品甚至准备要挑战总营收的70%。各位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新兴的单位产品价值产生了根本性的跳升。它已经不再是那家只能赚微薄代工费的公司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必须彻底改变对它的估值逻辑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技术核心的对决了。现在大家开口闭口都在谈台积电的 CoWoS， 可是欣兴重压的却是 Intel 的 EMIB 技术。从制程工程师的视角来看，这简直是载板技术的一次大革命。你想哦 ，CoWoS 架构需要一层非常昂贵的细重介层，但是 EMIB 技术呢，它直接把桥接晶片嵌入在载板里面，也就是说，它把那层超贵的细重介层给拿掉了。这代表什么？庞大的硬体价值直接从晶圆厂转移到了先进载板厂的手里，新兴的载板价值直接翻倍。而且这项技术革命更带来了极度凶悍的财务谈判力，这是这场法说会上最精彩的亮点。欣兴居然跟客户签订了2027年 EMIB 量产的 50% 良率保底合约，这什么概念？以前做新技术量产，良率要是低于80%，通常都是要赔钱的。但现在只要良率达到 50%， 客户就启动报废补偿，直接保障欣兴获利。一旦良率突破 50%， 上面全都是超额利润。欣兴已经从一个受气的代工小弟，正式进化成跟晶片大厂分享利润的技术合伙人，把定价权死死抓在手里。不过，技术再怎么厉害，没有材料也是百搭。回到工厂前线的真实情况，高阶载板的关键原物料 T-Glass 玻纤布，现在全球可是大缺货，日本原厂产能根本开不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欣兴在这里展现了超级强的供应链韧性。第一 ，Tier 1的云端巨头客户居然亲自出面帮欣兴去跟日本原厂抢配额。第二，欣兴早就启动了 BCP 机制，也就是代换料机制，替代料量产已经超过半年了。他们很聪明，把最稀缺的日本料留给超大尺寸的 EMIB， 然后入门级的 AI 产品就无缝切换用替代料。而且这不仅仅是防守哦，这更是极具侵略性的进攻。欣兴直接砸下316亿新台币，针对长交期设备进行预下单，这等于是拿真金白银，直接锁死了未来18到24个月全球高阶载板的设备产能。对竞争对手来说，这根本是一道跨不过去的护城河。你就算现在口袋有钱，你也买不到设备来扩充产能了，等于直接把你踢出这场游戏。听完前面欣兴的技术护城河与材料卡位战，接下来我们要直接拆解欣兴正看的财务杠杆，以及它与南电、景硕、臻鼎4强竞争差异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咯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
好，按完赞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来仔细算一算这笔账。2026年第二季，新兴单季营收来到428.9亿元。更狂的是，毛利率直接从过去的谷底像旱地拔葱一样跳升到24.8%。这背后的工程、涨价效益跟良率提升刚好各占一半。这数字直接告诉我们一件事：AI 产品的利润纯度绝对是远远超乎我们对传统 PCB 的想象。但真正会让你倒抽一口气的，其实是这个数字141%。你看哦，新兴第二季的营收季增明明只有15%，但是营业利益却暴增了141%，直接冲上66.5亿。这就是所谓的营运杠杆释放出来的威力。当你的固定成本被超过90%的满载加动率给彻底稀释掉之后，接下来每1块钱的新增营收几乎都能直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净利润。这样一来，台系载板4强的差距就被彻底拉开了。你看南电走的是高利润的网通精兵路线，成本控管很好，但扩产相对保守。景硕则是稳稳守住 BT 载板底座，试图去抢攻 Tier 2的客户。臻鼎算是一站式的 PCB 霸主，但在高阶载板这一块，目前还是苦苦追赶的状态。那新兴呢？大产能加上 EMIB 先进封装的定价权，它正以绝对的优势，可以说是无情的碾压竞争对手，完全就是这场算力军备竞赛的领航者。而支撑他能够这样碾压对手的，是新兴在7月完成的一场终极财务魔术。他们透过发行海外存托凭证 GDR， 成功募到了13.55亿美元。这笔巨款一到位，新兴的负债比瞬间从原本有点危险的 59%， 断崖式骤降到坚若磐石的 12%， 而且手里还握着高达931亿的现金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为什么他敢面不改色的砸下537亿的资本支出？因为他的财务底气实在是太硬了。满手现金之后，下一步就是要解决地缘政治的战略风险。大家都知道，美系的云端巨头对数据安全极度敏感 ，Out of China 非中国制造已经是他们下单的硬指标。新兴砸了90到100亿，直接在泰国打造最先进的伺服器 HDI 跟 1.6T 载板基地，预计2026年下半年客户认证，2027年正式放量。这步棋走得非常漂亮，完美避开了中国内陆那种杀鸡取卵的价格红海战。我们再把镜头切换回产线，看看工程师们怎么把资产效率发挥到极致。现在 AI 光模组正全面走向 1.6T 规格，这可是强制要求一定要用 ABF 载板的哦。那新兴有傻傻的去盖一堆新厂吗？没有，他们发动了一个非常天才的 retrofit 老厂房活化策略，只花了短1年到1年半的时间，就把传统旧厂房直接改装升级到 Level 1.5 的先进规格，预计今年第4季就能大量开出 1.6T 的产能，这效率真的惊人。好，前面听了这么多好消息，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美好的预期先放一边，来进行最残酷的营运风险压测。资本支出狂砸537亿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每年高达208亿的折旧怪兽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哦，客户2027到2028年的次世代 AI 晶片，也就是 XPU， 不小心发生了研发延误或是推迟量产，那新兴该怎么办？我们来简单算一下这笔账，一年208亿的折旧，单季就是52亿。只要 SQ 晶片量产推迟短1个季度，这些闲置产能的折旧就会直接吞噬掉新兴单季高达3.27元的 EPS。大家要知道，这几乎等于是抹去了他们大半的单季获利啊！这绝对是一个极度致命的财务冲击。高报酬的背后，永远潜伏着高风险的深渊。不过，新兴的工厂端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为了对冲这种极端风险，他们展现了超高的产线弹性。当消费性手机的 BT 载板需求不好的时候，他们能马上将 BT 产线转型，拿去生产 ABF 的复合成型板，也就是 Core， 让闲置资产继续帮公司赚现金流。而且，新货件的杨梅3厂更狠，直接绑定了2029年以后的长期 XPU 订单，用这种方式来抵御短期的折旧震荡。经历了这场数据与技术的深度对变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收敛到具体的观察指标。未来大家请紧盯这3个关键。短期就看今年第4季老厂改装后 1.6T 光模组 ABF 实际的放量速度。中期去追踪泰国厂下半年的认证状况，以及明年的量产规模。而长期的终极指标就是2027年 Intel EMIB 产线的学习曲线，看它究竟能不能顺利突破 50% 的良率保底门槛，开启超额利润。
总结来说，这就是新兴目前的真实样貌。它已经痛苦地跨越了前期的折旧低谷，现在正挥舞着12% 超低负债比的财务巨舰，彻底摆脱了传统 PCB 代工厂的宿命。这份法说会解析，是不是让你对这家老牌大厂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？当整个市场都在疯狂追逐昂贵的 AI 晶片厂时，大家别忘了，这头掌握着算力底座、带着12% 低负债铠甲的巨兽，正准备将它的超额利润推向天际。持续锁定这些指标，我们下次见。